作为一名咖啡烘焙师，需要知道什么是 SOE。它的英文全称是 Single Origin Espresso，翻译中文是单一产地浓缩意式咖啡。以下是关于 SOE 的核心逻辑和特征。顾名思义，它是指使用来自单一产区，甚至单一庄园或单一批次的咖啡豆制作而成的浓缩咖啡。可以是全埃塞俄比亚的豆子，又或者是哥伦比亚的单一豆子。在传统的咖啡逻辑中，浓缩咖啡几乎等同于拼配，因为意式咖啡机的萃取压力极大，会成倍放大咖啡的某种味道。拼配是为了掩盖缺陷，增加稳定性。而 SOE 的出现是精品咖啡浪潮试图将手冲咖啡的那种强调风土的概念引入意式咖啡的结果。拼配豆追求的是平衡，而 SOE 追求的是辨识度。如果这款豆子是埃塞俄比亚的， SOE 就要让你在浓缩咖啡里喝到明确的花香和柑橘酸。如果是肯尼亚的豆子，就是强烈的莓果味，它所展现的风味轮廓是窄而深的。由于没有罗布斯塔或深度烘焙的巴西豆提供支撑， SOE 往往在醇厚度上表现较弱，它喝起来可能更像是一杯极浓的果汁，而不是传统带有油脂感的厚重咖啡。对于咖啡师来说， SOE 萃取是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单一产地的豆子往往结构比较单一，在酒吧的高压下，它的萃取窗口非常窄，稍微过一点就会极苦，稍微欠缺一点就会酸质刺激而强烈。也因此诞生了可以进行变压、变温、预浸泡萃取的意式咖啡机。有些中度烘焙的豆子做 SOE， 通过改变咖啡机的压力或者温度，容错率相对低很多。这段时间很多的咖啡馆都推崇 SOE 咖啡，利用众人对咖啡种类不熟悉而大力宣扬 SOE 属于所谓高品质咖啡，从而赚取高额利润。英语中 Single Origin Espresso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单一产区、单一品种的浓缩咖啡。这里面并没有标识所谓的高品质，也就是说你只要拿着单一产区、单一豆种的咖啡豆来做意式浓缩咖啡，都属于 SOE。那么拿着一支越南单一产区的罗布斯塔咖啡豆来做意式浓缩咖啡，可以理解为 SOE。 拿着埃塞俄比亚低海拔单一产区的同一支豆子萃取也属于 SOE。 因此 SOE 萃取的咖啡不是高品质咖啡的代名词。烘焙 SOE 时需要面对以下技术难题。为了保留单一产地的花果香， SOE 通常采用中浅中度烘焙，但浅烘焙豆子密度大，如果不充分发展，做浓缩时会出现严重的咸味和草本味。你必须在保留产地风味和保证豆子易于萃取之间寻找平衡。其实萃取 SOE 是极其不稳定的，环境湿度的微小变化、生豆的陈化，都会让同一份 SOE 浓缩咖啡在2周后味道大变。拼配豆可以通过调整比例来微调，但 SOE 没得选。咖啡师和咖啡烘焙师的压力极大，除非咖啡师萃取技术非常娴熟，还需要配备高端的设备，例如变压、变温、预浸泡的意式咖啡机，拥有高扭力、精密刀盘的磨豆机等。研磨 SOE 的磨豆机特别费刀盘，因为豆子硬，酸性高，而且这些高端的设备通常都不便宜。即使有了高端设备，通常萃取出来的咖啡品质都不稳定。现在很多店用普通的单一产地的豆子做 SOE， 只是为了卖更高的价格。如果这只豆子本身的风味强度不足以支撑中度烘焙以上的意式萃取，那么它做出来的 SOE 只会是一杯平庸的酸得单薄的液体。
如果你打算烘焙并推出一款 SOE 产品，请先回答这3个问题：一、这只豆子够不够硬？只有风味极具特色且甜感充足的豆子才适合做中度以上的 SOE。如果只是普通的商业级单品豆，做出来只会自取其辱。二、你的客户群体是谁？大众消费者往往无法接受 SOE 的高酸度，他们会认为咖啡豆是坏了。通常 SOE 是给资深玩家准备的。三、你是否做好了季节性更替的准备？ SOE 无法常年供应，你必须在产季结束前找到下一支能接替的风味接近或更出色的豆子，这时你的生豆采购能力是巨大的挑战。最后提示，你想用 SOE 来提升品牌逼格，还是真的找到了某支让你惊艳到必须用浓缩呈现的单品豆？如果是前者，建议你慎重，因为不稳定的 SOE 萃取会毁坏你的口碑。这期咖啡烘焙基础知识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内容，请点击关注并转发，谢谢。